朋友们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资产在过去20年涨了7倍，在过去50年涨了50倍，而且现在全世界最聪明的央行都在疯抢，你猜是什么？不是比特币，不是科技股，是黄金。更震撼的是，我刚刚发现了一个被99.9%投资者忽略的惊天数据：2023年全球央行购买黄金的数量达到1082吨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40个国家1年的黄金产量。中国央行连续18个月增持，俄罗斯把黄金储备占比拉到历史新高，就连最保守的德国央行都开始大举买入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我敢打赌，这背后隐藏着一个能彻底改变你财富命运的终极秘密。今天我就要把这个秘密毫无保留地告诉你，听完之后，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会被彻底重塑。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现在买黄金的都是什么人？是那些老古董吗？错，买黄金的都是这个星球上最精明的资本，他们掌握着一个普通人永远接触不到的终极规律。这个规律叫什么？我管它叫黄金周期密码。这个密码不仅破解了过去100年每一次黄金暴涨暴跌的真正原因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能精准预测黄金接下来的走势。掌握了这个密码，你就掌握了解读全球财富流向的钥匙。你知道黄金涨跌背后的真正驱动力是什么吗？不是通胀，不是避险，而是一套复杂到让人震惊的多重周期系统。首先，我要告诉你一个被99%的投资者忽略的事实：经济周期不是单一的，而是多层嵌套的。最外层是60年一轮的康波大周期，这是技术革命的心跳；中间是8到10年的设备更新周期，就像现在各国搞的产业升级；最里面是3到3.5年的库存小周期。美国是3年，咱们中国是3.5年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在这3个周期之上，还有一个更恐怖的存在：100年一轮的霸权政治周期。这个周期控制着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的终极轮回。听好了，黄金价格的核心秘密就藏在这套多重周期的交互作用中。霸权周期是最高级别的操控者，当全球霸主处于上升期的时候，他必须建立以自己货币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。这个过程中，黄金就是他的头号敌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黄金代表着独立的价值储存，威胁着他货币霸权的根基。80年代就是典型的例子，美国为了确立美元的绝对地位，动用一切手段打压黄金。黄金从1980年的850美元暴跌到90年代末的300美元以下，跌了近20年。很多人以为黄金完蛋了，连英国政府都信了，在1999年到2002年间把自己的黄金储备大量抛售。现在回头看，那是黄金历史上最大的战略抄底机会。英国在最低点抛售黄金，标志着美元霸权的彻底确立。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游戏规则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美国确立霸权后，开始利用这个地位套利，操控全球资源配置。在这个阶段，黄金不再是威胁，反而成了美元信用的补充。从2000年开始，黄金开启了长达11年的超级牛市，从300美元涨到1900美元。但现在情况完全逆转了，美国霸权进入衰落期，各种症状一目了然：贸易战升级，科技脱钩加剧，美元武器化滥用，全球去美元化，浪潮汹涌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当霸权开始衰落时，黄金会经历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先知先觉的资本开始布局，推动金价缓慢上升。第二阶段是霸权国疯狂反击，暴力砸盘，想要证明自己还是老大。第三阶段是反击失效后的报复性反弹，金价会创出新的历史高度。这个3阶段模式在1966年到1982年完美重演过。1966年开始，黄金缓慢上涨；1971年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；1974年，美国强力干预黄金市场，价格短暂回落，但随后的反弹更加凶猛，一直涨到1980年的历史巅峰。你知道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吗？我们现在的情况和1970年代初期惊人相似。如果历史押韵，我们很可能正处在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期。
但等等，还有更深层的秘密。在霸权周期之下，60年的康波技术周期同样在发挥作用。康波分4个阶段，每个阶段黄金的表现完全不同。复苏期，新技术刚刚兴起，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，愿意追逐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，黄金这种保守资产就不受待见了。繁荣期，技术革命如火如荼，主导国和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拉越大，所有资金都涌向最前沿的产业，黄金进入至暗时刻。想想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期，谁还会去买黄金？衰退期，技术红利开始从主导国向全球扩散，带动全球大宗商品需求，同时伴随着货币超发，黄金开始受益。2000年后的全球化黄金期就是典型例子。萧条期，这是最复杂也最关键的阶段。萧条期充满了人性与现实的激烈博弈。一开始所有人都认命了，觉得经济彻底完蛋，但人性不甘寂寞，政府开始疯狂干预，搞贸易保护，砸烂全球化体系。到了这个阶段，纸币信用开始崩塌，黄金就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处在康波周期的哪个阶段？答案很明确，萧条期的关键节点。你看看现在的世界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，逆全球化趋势明显，各国政府都在疯狂印钞搞刺激，这不就是萧条期的典型特征吗？2个周期叠加在一起产生了什么效应？霸权衰落周期叠加康波萧条周期，这是黄金的完美风暴。历史上每当这2个周期同时到来，黄金都会迎来史诗级的爆发。现在你明白那些央行为什么疯狂囤金了吗？他们不是在赌博，他们是在按照历史铁律行事。中国央行18个月连续增持，俄罗斯大幅提升黄金占比，欧洲央行也在悄悄布局，这些都不是巧合。但我必须强调一点，掌握了这套理论，不意味着你现在就要去梭哈黄金。投资永远有风险，而且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。根据历史经验，霸权国在衰落过程中一定会进行最后的疯狂反击，到时候金价可能会有剧烈波动。关键是要理解这背后的逻辑框架。很多人投资失败不是因为运气不好，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市场运行的底层规律。就像开车，你可以不懂发动机原理，但交通规则必须清楚。金融市场也一样，技术分析可以不精通，但这套周期理论你必须掌握，因为这是市场的基本法则。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很多人没注意到，在康波萧条期，不同阶段黄金的驱动力是不同的。早期主要是避险需求驱动，中期是货币超发推动，后期是信用体系重构的必然选择。我们现在正处于早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，避险需求已经启动，货币超发也在加速，后面的信用重构阶段才是真正的高潮。想想看，如果美元霸权真的开始松动，如果全球货币体系真的要重新洗牌，黄金作为唯一不属于任何国家的货币替代品，它的价值会被重估到什么程度？这就是为什么聪明的资本都在提前布局。他们知道，在这个历史性的变局中，黄金不仅仅是一种投资品，更是财富保值的终极堡垒。记住一句话：周期即命运，认知即财富。掌握了周期规律，你就掌握了财富密码。当然，我们讲这些不是要制造恐慌，而是要让大家理解历史的规律。巴菲特说过，在别人贪婪时恐惧，在别人恐惧时贪婪。但前提是你得知道现在到底是贪婪时刻还是恐惧时刻。判断的标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套多重周期理论。霸权周期告诉我们大方向，康波周期告诉我们具体节奏，两者结合就能把握住历史的脉搏。历史从不简单重复，但总是压着相似的韵脚。人性不变，权力逻辑不变，技术进步的节奏也有规律可循，所以这些周期性规律就会一直存在下去。市场永远是对的，但市场也永远是情绪化的。理性的人利用市场的情绪化赚钱，情绪化的人被市场的理性收割。你想当哪种人？投资最大的风险不是价格波动，而是认知局限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用昨天的思维做明天的决定，这样怎么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？掌握了今天讲的这套黄金周期密码，
你就有了解读历史、预判未来的工具。当然，工具给你了，能不能用好就看你的智慧了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价值，请立刻点赞收藏，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身边每一个关心财富的朋友，因为认知差距就是财富差距的根源。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，你觉得我们现在处在哪个周期阶段？你对黄金的未来走势怎么看？记住，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，只有不断学习、不断升级认知，才能在财富的洪流中稳住脚跟。记得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有价值的投资洞察。周期轮回，财富重新分配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